莲华，你去跟夫人说，我笨手笨脚，不如你伺候的周到，这样以后说不定你就是姨太太了，好不好？以后不就是好好伺候少爷吗？伺候？怎么伺候？开了脸，做个姨娘，生个孩子，孩子还是主子，自己一辈子是个半奴半主的妾。做妾有什么不好？锦衣玉食，穿金戴银，生了孩子就是府里的少爷小姐，不用再为奴为婢。这日子，外头多少正经娘子想过都过不上。不好，一点也不好！我才不要和人争抢一个男人，我不要我的孩子叫我姨娘，我要出去。哪怕嫁个庄稼汉，吃糠咽菜，我也是正头夫妻，我是他明媒正娶的妻。我的孩子叫我娘，那才是自由自在的日子。自由？你又从哪里听来的这些怪词？咱们是家生子，连身契都在主子手里捏着，咱们的命是府里给的，本分就是伺候主子，想那么多干嘛？你真是榆木脑袋！哼！少爷大了，房里该放人了。你们俩都是夫人精心挑出来的，懂规矩，知底体。谁先来伺候少爷，夫人心里自有计较，都警醒着点儿。莲华，你帮帮我，我不想去，我不想。这是主子恩典，由得我们想不想？你去，你一向安分，你觉得这样好，你去跟夫人说。伺候少爷本就是我该做的，若能被收用，以后在这府里也算有了依靠。莲华，今晚你去少爷房里上夜，机灵点儿。是。知道今晚叫你来是做什么的吗？奴婢知道，伺候少爷安寝。母亲把你放在我屋里，是看你老实本分。我最烦心思活缓、妄图攀高枝的蠢货。这府里的规矩便是天大的道理，你要记住，通房说到底还是奴才。安分守己，保你衣食无忧。若敢借着我往上爬，甚至去夫人跟前生事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奴婢生是府里的人，死是府里的鬼，能伺候少爷已是天大的福分，奴婢绝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。少爷是主，奴婢是仆，雷霆雨露皆是君恩。起来吧。这条路我走通了，至少从今往后，我不再是随时能被配给小厮的粗使丫头。少爷醒了，奴婢伺候您梳洗。身子可还不适？回少爷，奴婢无碍。以后就在屋里伺候吧，可以不用再去干那些粗活了。谢少爷恩典，身份虽变，但终究还没个名分。正是主母还没进门，这后宅的案件才刚刚开始。莲华，这是少爷上朝前特意吩咐赏你的。少爷说了，你昨夜伺候的尽心，这些拿着做几身新衣裳。多谢少爷赏赐，也劳烦嬷嬷跑这一趟。哎呦，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就是不一样啊！昨儿还跟咱们一样端茶倒水，今天就穿金戴银了，可不是嘛？人家手段高明，会脱衣服哄主子开心。咱们这些笨手笨脚的，只有做一辈子粗活的命。哟，这金贵的通房怎么还自己洗衣服啊？就算上了床，没抬姨娘也照样是个贱婢，摆什么主子的谱？我是贱婢，姐姐也是。既然大家都是伺候少爷的奴才，姐姐若是嫌路窄，我退一步便是。但这是少爷贴身的遗物，若是弄坏了，姐姐拿什么来赔？你拿少爷压谁呢？不过是个没名没分的通房，真把自己当盘菜啦？少爷，这院子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这些奴才来定规矩了？少爷息怒，奴婢们只是在和莲花妹妹开玩笑。开玩笑！主子面前也敢放肆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拖出去，各打20大板，直接发卖到人世。少爷饶命啊！少爷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你受委屈了。奴婢不敢，都是奴婢行事不周。你既然跟了我，就是我的人。待将来正室妻子进了门，我自然会给你一个正式的姨娘名分。从今日起，你搬出下房，住进独立的亭兰院，身边再多拨2个人伺候。奴婢谢少爷大恩。亭兰院，我终于在这吃人的后宅扔到了一块真正的立足之地。可是未来的高门瞩目，岂会容得下一个现役不得了脸面的通房？恭喜你了，莲华，总算如你的意了。这屋子可比咱们那下人房强多了。你也快了，嬷嬷不是正在给你说人家？嬷嬷说她家小儿子到了年纪，
看着我是个昏妥的，便做主定下了。碧华，我听说那家小儿子在门房当差，为人有些油滑，他家也是出了名的苛刻，你可想好了？那不是挺好？嬷嬷是夫人身边的老人，我嫁过去就是正经的媳妇，再不用为奴为婢了。难道像你一样做个下贱的通房，一辈子养人鼻酥看人脸色吗？你不是也想做正头娘子吗？怎么就甘心做小？罢了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还要去备我的嫁妆。碧华，你心气太高，却看不清现实。这宫府外面的日子，若无依仗，岂是那么好过的？愿你真能如愿以偿，过上想要的日子。我的战场在这里，少夫人进门之日临近，我必须活下去。红妆10里，上书嫡女。这位新主母的到来，将是我最大的生死关卡。瞧他那副寒酸样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且看少夫人怎么搓磨他。奴婢莲华，给少夫人请安。少夫人万福金安。起来吧，早就听过你了，是个安分守己的，以后安心伺候少爷，谨守本分就好。这套头面赏你了，往后都是一家人，不必拘束。奴婢谢少夫人厚赏。下去吧。太贵重了，这绝不是恩赐，这是捧杀。用这套头面来彰显他的宽和，同时让全府上下极恨我。这面热心冷的主母手段真是高明，他究竟会在何时露出獠牙？恭喜姑娘是喜脉，你有身孕了，看日子有2个多月了。多谢妈妈，这事儿求妈妈先不要声张。庶长子师母的身份何等危险，主母刚进门几个月，我就有了身孕，若是被他知晓，我与孩子只怕性命难保。少爷今日看着满面红光，可是前头有什么喜事？主院那边刚刚传出消息，少夫人诊出了喜脉，母亲高兴得很，赏了全府上下3个月月钱。奴婢也有一件喜事要禀报少爷。奴婢前些日子迟了月事，方才请人看了，也查出有了身孕。双喜临门，这也是好事。你好好养着，需要什么直接跟少夫人说。是少爷，多谢少爷恩典。莲姨娘，这是少夫人赏的安胎补品，少夫人说了，为您有了身子高兴，让您好好将养，为少爷开枝散叶是大功一件，奴婢叩谢少夫人恩典。同样是骨肉，嫡庶之别竟如此分明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有嫡子在前面挡着，我的孩子才不会被当成出头鸟。明薇啊，你如今有了身孕，是咱们公府的大功臣。至于那个莲华，她不过是个玩意儿，她若生个女孩便罢了，若是个庶子，也绝不能越过你的嫡子去。这府里只能有一个规矩。儿媳明白。那个下贱的通房，居然敢跟我一起有了身子，想生下来，做梦！我的孩子绝不能有个庶出的大哥。夫君，妾身如今身子笨重，伺候多有不便，想着是不是该给夫君纳一房良妾，总不能委屈了您。只要我的陪嫁成了你的枕边人，你的一举一动便再也逃不出我的掌心。不必了。可是夫君，您日常起居……现在府里2个有孕的，一时忙乱，何必再添人？儿子前朝事务繁杂，暂时无心于此。也罢，就依你，招儿媳妇贤惠大度，处处为夫云子嗣着想，我是知道的。这都是媳妇该做的。少爷，主院那边乌烟瘴气，算计太多，还是你这里清静。少夫人也是关嫌少爷，怕伺候不周。关谢，不过是想往我身边安插耳目罢了，真当我是任他摆布的后宅庸碌之辈。少爷喝口热茶暖暖身子，无论主院如何，奴婢只求腹中骨肉平安，能安分守己伺候少爷便知足了。你是个安分的，若是生下庶长子，我定不会亏待你。少爷在乎的只有子嗣和利益，在这冰冷的宫府，我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和这孩子了。恭喜老太君，恭喜
喜少爷，少夫人平平安安生了个健壮的小少爷。列宗保佑，我鄱阳公府终于有了嫡长孙。赏主院上下重赏3个月月钱，全府同贺，赐名民歌。贺喜老太君，贺喜小少爷。主院那边都在领赏看戏，偏咱们在这里受苦受累。别说了，等生下来指不定也有赏赐呢。生了，是个姐儿，挺俊俏的。是个女儿，女儿也好，安稳。是个姐儿。少爷，你好好休息，份例里的赏赐，明日管事会送来。明哥那边企业离不开人，我先过去了。主院虽然风光无限，但只要我们母女平安，一切都好。玉翠，你怎么这副打扮来了？你这坐月子，我也不能正大光明走正门来看你，只能偷偷翻墙了。都说少夫人命好，一举得男，地位稳如泰山，少爷天天守着，宝贝的跟眼珠子似的。你这边确实冷清了些。我早有所料，分量内该给的赏赐没短缺就行了。莲华，你还记得当初跟咱们一起当差的碧华吗？记得，她心气高，死活不肯做妾，非要嫁给夫人身边嬷嬷的小儿子做正头娘子。她怎么了？前些天没了。什么？没了？难产死的？听说孩子太大生不下来，折腾了2天2夜，一尸两命啊！我宁可配个小厮，也要做正头娘子，绝不做伺候人看脸色的妾。看那婆家简直不胜观雄，男人走了，老婆日子不过了，还能怎样？这男人啊，没不一样过，苦的只有女人罢了。碧华拼尽全力逃离的命运，换来的却是死路一条。我绝不能重演她的悲剧。奴婢带元歌儿给老太祖、少夫人请安。模样周正，好生养着吧。赏。吃奈怎么样？晚上闹不闹人？回少夫人的话，姐儿很乖，不怎么闹。是个有福气的。赏一匹细棉布做小衣裳。谢老太君，谢少夫人。恭喜莲姨娘。你看碧华，做妾有什么不好呢？至少我活下来了，有了元姐儿。从今往后，不管这高门深宅里有多少算计与冷血，我便是隐忍蛰伏，粉身碎骨，也要护我女儿一世周全。少爷，可是前头有什么事？连日来府里气氛有些压抑，下人们都战战兢兢的。一点公务上的麻烦。妾是不是不懂朝堂大事，但妾知道少爷定能处理好的。少爷累了，歇歇吧。莲华，你总是这样安安静静的。夫人，最近身体有些不爽利，家里的事你多留心些。少夫人病了，元姐儿这边让奶娘和丫鬟多费心，你有空去母亲那边和夫人那边多走动走动，陪他们说说话也好。是，妾明白了，会常去给少夫人和老太君请安解愤的。少爷为何突然让我去主院走动？也罢，他既然开口，那我只好明天去一探究竟了。少夫人，舅老爷那边催得紧，这笔银子若是填不上，怕是要出大事啊！填，上次挪的账还没平，他当我是金山银山不成？这要是让公爷察觉，舅老爷银子，难道少夫人在偷偷挪用公府账目的钱？少夫人，妾给您送安胎汤来了。莲姨娘近日倒是勤快，常往我这儿跑，可是庭兰院太冷清了。少夫人说笑了，元姐儿还小，妾身愚笨，怕照顾不周，想来多听请您的教诲，沾沾嫡长孙的福气。你倒是个本分的，搁下吧。妾告退。听说了吗？前头老爷最近焦头烂额，好像和柳家舅老爷扯上关系了。真的假的？那不是牵连到少夫人了？嘘，小声点，要是查出来，咱们府恐怕都要受牵连。柳家舅老爷贪墨，少夫人私下输送银两，这惊天大秘密若被揭穿，鄱阳公府必将掀起大地震。可装作不知道，公府真的被柳家连累倒台，只有死路一条。
既然少爷已经起疑，那我就把这把刀稳稳地递到他手里。今日去母亲和夫人那儿，可听到什么趣事没有？少爷，妾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妾在少夫人那里偶尔听到少夫人和嬷嬷提及舅老爷，似乎急需一笔很大的银子去填补窟窿。妾愚钝，听不懂具体，只是觉得少夫人似乎有些忧心忡忡。还有今日在花园听到2个小厮嘀咕，说钱头老爷的事可能和柳家舅老爷贪墨案有关。妾多嘴妄言，请少爷责罚。果然如此，好一个柳家，好一个柳明威！莲华，你立了大功。少爷，这件事烂在肚子里，对谁都不要再提起，包括母亲那边，明白吗？妾明白，妾死也不会说出去半个字。你干的好事！你那个好舅舅贪墨合公款，勾结上官，已经被言官弹劾，革职下狱了。夫君，这事我不知道啊。舅舅他怎么会做这种糊涂事？不知道？你敢说你没挪用公府的银子偷偷接济他？若是被大理寺查出我们府里的公款流向了柳家，我们整个鄱阳公府都要给你们陪葬。我这么做是为了谁？我还不是为了公府能在朝中多一个帮衬。柳家若是倒了，夫君你在朝堂上又能走多远？为了公府，我看你是要把百年公府推下万丈山崖。给我搜！把主院的账本、司库钥匙全给我翻出来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出去。好一个精打细算的当家主母！3万两白银全被你填了柳家那个贪墨的无底洞。母亲饶命，我补上，我拿我的嫁妆补上。从今日起，主院全面封锁。少夫人染了重疾，需要闭门静养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府内中会由我亲自接管。少爷，喝口热茶醒醒酒吧。这次多亏了你机警，提前察觉到了主院的异常，告诉了我，否则等圣旨下来，咱们府就真被柳家那帮蠢货连累死了。妾只是尽了本分，妾和元姐儿的命都是少爷给的，只要少爷和公府平安，妾就心满意足了。你是个聪明的，放心，你的好我和母亲都记着。如今柳氏被禁足，主院大权滂落，你在这院子里，份例我会让管家按双倍给你，好好带着元姐儿。份例再多，柳氏失去了一切，只会变得更加疯狂，我绝不能掉以轻心。少爷累了一天，早些歇息吧，妾会一直守着少爷。姨娘抱，元姐儿真乖，慢点走，到姨娘这里来。咱们大小姐真是越长越水灵了，这眉眼简直跟你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玉翠，难为你还总惦记着我们母女，铺子里的生意可还好？铺子好着呢，我如今也能独当一面了。倒是府里，听说主院那位病了这些年，最近借着给老太君请安的名头，又开始出来走动了。你可得万分防着点儿。他失去管家权，自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只要我守住本分，他就抓不到把柄。在这吃人的后宅里，哪有真正的安稳？你自求多福吧。走吧，时辰不早了，我也该去给老太君请安了。如今昭儿在朝中的差事办得好，府里也算安稳。只是这子嗣上还是太单薄了些。我琢磨着该再给昭儿纳一房妾室，开枝散叶才是正经。老太君考虑的是，一切全凭老太君做主。母亲说的极是，媳妇身子一直未大好，
没能为夫君多添几个子嗣，心中实在有愧。前儿我娘家母亲来信，说我有个远房表妹，家里是清流读书人，性子最是柔顺，知书达理，年纪也刚刚合适，不如由媳妇做主接入府中，伺候夫君。哦，少夫人倒是有心了，只是招儿纳妾，总要找个真正安分、知根知底的才好，免得今后家宅不宁，又生出些什么挪用公款、牵连全族的丑事来。我鄱阳公府可经不起第二次折。母亲说的是媳妇考虑不周了。行了，我乏了，都退下吧。老不死的既然断了我的后路，你们也休想好过。一个下贱的通房，也敢爬到我头上。莲姨娘近日倒是越发得意了，常得母亲欢心不说，连带着把这庶出的野丫头也当成了金尊玉贵的宝贝。是老太君慈爱，不嫌弃妾愚笨，赏口饭吃罢了。碧华的事我听说了，真是可惜了。一心想做正头娘子，心气儿那么高，结果却落得个一尸两命的下场。所以啊，这女人有时候就是争不过命，就算爬上了主子的床，认不清自己的斤两，下场比那碧华也好不到哪儿去。莲姨娘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少夫人教训的是，妾一直记得自己的本分，妾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，所以妾也绝不会重蹈碧华的覆辙。哼，好个伶牙俐齿的贱人，咱们走着瞧。我以为只要一味忍让，总能换来些安稳日子。可既然少夫人如此容不下我，为了袁姐儿，我也绝不能退缩。袁姐儿别怕，只要有娘在一日，这府里谁也休想动你一根汗毛。母亲今日似乎提过纳妾的事。是，老太君是提过一句，说府里子嗣单薄。你怎么想？妾能有什么想法？一切自然由老太君、少爷和少夫人做主。无论哪位妹妹进来，妾都会恪守本分，和睦相处。母亲似乎属意你多帮衬着管家。老太君慈爱，偶尔让妾在旁边学着些，是妾的福气。妾愚笨，只怕学不好，辜负了老太君的期望。少夫人这病势来得凶猛，似乎是心口疼的宿疾，须得静养，切不可再操劳伤神。早不病晚不病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病倒。明哥乖，明哥不哭。明哥这2天也闹觉，少夫人又病成这样，这府里上上下下的琐事，可怎么得了？夫人且顾着明哥儿的身体要紧，若夫人信得过，那些日常采买、浆洗修缮的琐事，妾身愿意暂且代劳，替夫人分忧。也罢，这段日子你便多费些心思，遇到账目上的大项支出，记得拿来报我。是，妾身定当谨慎行事，不负老太君嘱托。莲姨娘，这便是这个月各房的日常开销账目了。这燕窝的采买钱怎么比上个月足足多了3成？少夫人这阵子病着，身子虚，燕窝用得费了些，这也是没法子的事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厨房那边我早就悄悄打点过，少夫人院里的燕窝用量根本没有增加，这多出来的3成银子，分明是被人中饱私囊了。可若我直接揭发，那便是不敬主府，少爷定会觉得我兴风作浪。可若我隐瞒不报，这账目是从我手里过的，将来东窗事发，我便是现成的替罪羊。老太君，近日天热，少夫人病着，胃口不好，燕窝用的费了些，采买上的支出也多了。妾愚笨，这等大项支出不敢擅专，特来请老太君示下。好个右口不好，吃不垮我鄱阳公府，倒是把自家腰包塞满了。来人，把那个负责采买的管事给我拿了，换上我陪嫁带来的李嬷嬷接手。老太君息怒，妾身明白。少夫人，不好了！大
户小轿成何体统？老太君发作了，采买管事被撤了，换上了老太君的人，还有咱们院里的小翠也被找个借口撵出去了。什么？那老太婆怎么会突然查起账来？听说是莲姨娘拿了账本去请示家务。贱人，竟敢阴我！嬷嬷，这点心意你拿着。莲华那个贱蹄子不过是个通房丫鬟，也配爬到我头上发号施令？少夫人放心，老奴们心里有数。那莲姨娘就算拿着账本，使唤不动咱们下面的人，她也只是个空架子。敢断我的财路，我就让你在这府里寸步难行。有些人啊，总不明白，在这府里，忠心比什么都重要。莲华，你说是吗？老太君明鉴，妾深知自己出身低微，能有今日全赖老太君和公府庇护。妾的命是公府的，忠心只向着老太君，绝无二心。起来吧，你是个聪明的，知道分寸。内宅权斗，步步惊险，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。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母亲，原以为府里压下暗账，切断柳家往来，便能暂避风后，谁知朝堂上有人上书弹劾，翻起了柳家舅父当年的贪墨旧案。什么？折子里暗指我们鄱阳公府也从中得了好处，纵容包庇。儿子的差事已经被停了，皇上勒令我闭门思过。柳家终究还是连累了公府，这天要变了。母亲，当初就不该心软，柳家就是个无底洞。如今正敌借着柳家舅老爷贪墨的旧案突然发难，弹劾公府包庇，父亲被皇上勒令闭门思过，连我也被直接停职查办，全完了。什么用？快想想办法呀！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父亲和公府就这么被毁了。当初若不是你隐瞒柳家贪墨，公府怎会落到这步田地？事到如今，覆巢之下无完蛋。为了保全李氏全族，我也只能大义灭亲，把你交出去顶罪了。你好狠的心！够了，还嫌府里不够乱吗？公爷为了自保，连结发妻子都能毫不犹豫地推出去。若真到了山穷水尽那一步，我和元姐儿又能落得什么下场？不久后，老鄱阳公京剧成行病逝，李昭因及时举报柳家宪政自保，承袭鄱阳公爵位。虽然袭了爵，如今府里看似花团锦簇，实则如履正叮嘱。莲华，从今日起，你要以最严苛的标准约束内宅，绝不能出半点差错，受人以柄。妾明白，定会严查各处用度，约束下人。她虽是庶女，但也是我鄱阳公府的大小姐，她的规矩礼数绝不能有丝毫怠慢。将来她的亲事，就是府里的脸面，若有半点差池，辱没门风，我绝不轻饶。在公爷眼里，女儿根本不是血肉至亲，而是维持他脸面和换取利益的工具。公爷放心，妾一定好好教导元姐儿，绝不辱没门风。姨娘，为什么我要学这么多？哥哥都不用学这些。因为你是女孩，在这吃人的大宅屋里，只有学好这些，你才不会被人看清，才能把命捏在自己手里。转眼数年，我的元姐儿已长成知书达理的大姑娘。初逢义亲，这公府的森严门第，真能给她寻得一门好亲事吗？这怎么行？元姐儿不过是个庶出，送去参加皇家选秀，岂不是让人笑话我们鄱阳公府没规矩？话虽如此，但这名额可是那郡王嫡女疾病空出来的，不知多少人眼红。这天降的造化落在元姐儿头上，一旦被贵人相中，于公府便是极大的荣耀和助力。郡王家的名额怎么可能平白无故落到一个庶女头上？这里面必有蹊跷。妾恳求公爷老太君三思，元姐儿才刚满18，性子又软软老实，宫里那是什么地方？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深渊啊！她一个庶出的丫头，毫无根基，去了只怕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求公稍可怜可怜她，给她一条生路吧。妇道人家简直是头发长见识短，别人家求神拜佛都求不来的天大造化，落到你头上，你倒好，推三阻四，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这是府里的荣耀，更是他天大的福气。公爷，那不是福气，那是送命啊！放肆，混账东西！平日里见你安分守己，如今竟敢忤逆犯上，我看你是被惯得不知天高地厚。来人，把莲姨娘拉下去，送回亭兰院，没有我的准许，不许踏出院门半步。扶我去歇息。
这是何苦呢？这世上的事儿，哪由得你愿不愿意？你别忘了，他生在公府，吃穿用度哪一样不是家族给的？如今家族需要他去铺路，这是他的宿命。一个庶女生来就是为主家做垫脚石的玩意儿，你还真当成金枝玉叶了？还不快把莲姨娘送去亭兰院，然后立刻套车去联系那位举荐的大人，就说我们博阳公府感恩戴德，应下这桩大喜事了。若是晚了一步，误了公爷的大事，我拿你试问！不要，夫人，求您不要！娘，我不要去宫里，我害怕。乖女儿，娘没有，娘也不想让你去。谁？莲姨娘，别出声，是我，玉翠。姨娘，出大事了！我若是今晚不拼死来报个信，您和大姑娘就真的连死都知道怎么死的了。外头看守的那么紧，你怎么敢翻墙进来？若是被柳氏的婆子抓住，仔细你的皮！是不是外头选秀的旨意下来了？公爷他不是公爷，姨娘，您一直被关在深宅里，根本不知道外头传成了什么样。那位突然让出名额的郡王嫡女，根本没得什么疾病。但是郡王也很下心，亲手给他灌了半碗伤毁根本的猛药，硬生生装出来的虚症。这怎么可能？那可是郡王府的嫡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天大的造化，这是一道催命符啊！坊间早就传疯了，这次选进去的人根本不是去侍奉皇上，而是被送到宫外头去给那位权倾朝野、身染恶疾的老太监冲喜。那老怪物性情暴虐，变态至极，最爱折磨年轻鲜嫩的女孩。上个月抬进去的2个良家子，没熬过3天就被扔到了乱葬岗。给太监冲洗，郡王府是舍不得嫡女去遭这个活罪，才拼死逃过一劫。姨娘，大姑娘若是顶了这个名额进去，那就是羊入虎口，死无全身啊！公爷口口声声说的君恩，柳氏嘴里嘲讽的宿命，原来都是将我的女儿往火坑里推。他们为了保全公府的虚荣，竟然要送她去给老太监。等等，既然这是一条必死的绝路，连堂堂郡王府都避之不起，凭什么会轮到博阳公府？这京城里那么多名门望族，这冲洗的恶毒名额怎么就那么巧，那么精粹的落到了一个毫无背景的庶女头上？这绝不是什么巧合，定是有人在背后做局，死死盯住了我的女儿。好妹妹，我全部家当都在这里了，全靠你了。姨娘，您吩咐，拿这些去打点，去黑市买消息，去官宦人家的下房打听，一定要查出来背后举荐袁姐的人到底是谁，我要知道他的底细。姨娘放心，我拼了这条命也给您查出来。嘿，看来是彻底认命了，哼，连哭都不会哭了。柳家3相重礼，所有的线索都对上了。柳家舅老爷贪墨案让柳家元气大伤，他们为了东山再起，竟然搭上了那个急需活人冲洗的老权官。权宦要的是替罪羊，柳家交不出族女，就把手伸向了博阳公府。若无内宅接应，怎能精准地挑中我的冤家？柳明卫，你这毒妇！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难怪他这几日春风得意，一脸迫不及待的样子。他根本就知道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火坑。我莲华这辈子谨小慎微，对他伏低作小，只求女儿平安。可他为了填补娘家的窟窿，为了坐稳正妻之位，竟拿整个公府的声誉去和全燕结党子。娘，你怎么了？交更帖的期限就在明日，这张黑市买来的字条算什么证据？公爷薄凉多疑，若我去告发，他定会以为我为了祖独女儿出嫁，在恶意构陷嫡妻。既然告发无门，我便只能自己跟柳明威鱼死网破了。元子儿，听娘的话，把外衣脱了。冷也要忍着，公爷的心比这井水还冷。
我们母女若想活命，只能去求福寿堂里那位。你若不烧的去跳半条命，老太君的菩萨心旁绝不会睁眼看我们一眼。元姐，我的元姐啊！怎么回事？大清早的在府里耗丧！老太君救命！元姐儿快不行了！选秀在即，这丫头若是没了，公府的谋划岂不落空？欺君之罪可担不起。这群下作的东西，怎么伺候的主子？快把这丫头抬进福寿堂暖衣，拿帖子去请府医。废物，连个半死不活的丫头和贱妾都看不住。福寿堂是老太君的眼皮子底下，若是拿不到8字更帖，交易告趴，柳家全完了，我这郑氏夫人也就完了。王嬷嬷，去准备，今晚必须把更帖拿出来，不能再等了。不要，嬷嬷别抢我的东西。角门好黑，柳家好远，我害怕。角门，柳家。老太君恕罪，元姐儿烧糊涂了，满嘴胡言乱语，当不得真啊！让他说。莲华，你若是敢隐瞒半个字，我今日就叫人扒了你的皮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前几日，元姐儿在花园铺蝶，撞见了少夫人身边的王嬷嬷。王嬷嬷行色匆匆，怀里死死抹着一叠信封，往西北角偏门去。元姐儿凑上前，被王嬷嬷推倒。嬷嬷还掐着她的胳膊警告她，若是敢把见着她去给柳家办事的话露出去半句，就把她卖到下等窑子里去。好一个柳氏，好一个当家主母！周嬷嬷，挑几个嘴严手狠的婆子，12个时刃给我死死盯住主院，连一只苍蝇飞进飞出都要立刻报给我。是。选秀上报的时辰就要到了，老太君那边布了人。这小贱种却死活不肯交更帖。夫人，不如咱们趁夜带几个力气大的粗使婆子去亭兰院，就是把他那贱骨头拆了，也得把元姐儿的更帖给我搜出来。选秀名单明日敲定，福寿堂你进不去，就只能来抢这救命稻草了。莲姨娘，少夫人有令，请您把大小姐的更欠立刻交出来，给我搜！救命！快来人啊！杀人了！堵住他那张贱嘴！这是大小姐的命！你们这群刁奴，是要生生逼死我！救命啊！都给我住手！想住手！半夜3更，你们这是在造反吗？公爷息怒，公爷，妾身这都是为了咱们公府，为了元姐的大好前程啊！选秀名额何等造化，明日必须上报更帖。这贱妾庄凤札死活不交，妾身怕误了时辰，丢了府里脸面，才遣人来拿。一个通房抬上来的妾室，竟敢违逆主子安排，若不赶紧拿更签报上去，那才是要给公府惹出欺瞒的大祸啊！把元姐儿的更签交出来。莲华，不要让我说第2遍。为了府里的大局，这是元贼必须尽的本分。公爷，若这真是一步登天的通天造化，敢问那郡王府的嫡女，为何宁可冒着欺君的风险，也要突发疾病？贱妾胡言乱语，郡王府的密事也是你敢非议的。来人，把他的嘴死死堵上！让他说。公爷在朝堂步步惊心，难道不比妾更懂人心险恶？元姐儿只是个庶女，背后举荐人非亲非故，凭什么将这等好事越过满朝威武的嫡出千金，白白落到一个庶女头上？公爷，这更帖一旦递上去，连累的不是元姐儿一人，而是整个鄱阳公府的九族安危吗？公爷，别听这贱婢危言耸听，这可是妾身娘家舅老爷打通的关系，千真万确。娘家，又是你们柳家？不是的，公爷，您听妾身解释。来人，传我的令，即刻起全面封锁府门，没有我的手信，连一只苍蝇也不准飞出鄱阳公府。把主院的人，连同这几个恶奴，全都给我看紧了。若今夜走漏半点风声，我要你们所有人的脑袋！一旦公爷查出背后的肮脏交易，被逼上绝路的柳明月定会发疯，我还不能掉以轻心。完了，全完了！一旦查出是我把公府庶女送去冲洗，李昭一定不会放过我。不行，只要元姐儿现在暴毙，这就是名正言顺的拒选理由，死无对证。把这药想办法下到亭兰院那个小贱种的吃食里，事成之后保你全家荣华富贵，否则
我下地狱也要拉你们垫背。娘，我怕。不怕，娘在。姨娘，大小姐受了惊吓，厨房特意熬了些燕汪粥来压惊。先放在桌上吧，我去里屋拿个软垫给圆角靠着。这气味是砒霜！别跑！别出声！再敢出半点声，我现在就扎穿你的喉咙！不能声张，以公爷的性子，只会杖毙个奴才息事宁人。柳明烟，我要的是你万劫不复。柳明婉，你这高高在上的世家嫡女，我要你血债血偿，再无半点翻身的可能。娘，他要杀我！公爷，查清楚了，那郡王府称兵让出的选秀名额，确实是去给司礼监那位身染恶疾的权宦冲洗。毒妇，吃里扒外的毒妇，拿我李家剩下几百口人的命，去填你柳家的坟池子！公爷，庭兰院昨夜那碗燕窝粥已验过，确有砒霜。秋菊也招了，是少夫人命人将药送进厨房，借压惊之免毒杀大小姐。奈我李家还要杀我女儿灭口，好得很。算算时辰，庭兰院那碗加了料的燕窝粥该发作了。公爷，你疯了不成？看看你干的好事，卖腐求荣！把这贱妇给我锁死在正房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敢踏出这院门半步，当场杖毙！公爷，惩治了夫人也于事无补了。元甲的名字和更迁，昨夜就已经有柳家人暗中操作，报备到了内务部的初选名资里。公爷救我！贱妇，还敢来送死！公爷，名单报上去了是退不掉，可若人死了呢？死人是没法进宫冲洗的。公爷，您想想，元吉儿不过是个卑贱的庶女，立刻给她灌下一碗猛药，让她突发急症暴毙，连夜暴丧，内务府自然无话可。用一个庶女的贱命换李家几百口人的命，换公爷的前程，划算啊！去库房去喝酒。夫君，公府的天，为了头顶的乌纱帽，竟毫不犹豫要杀我的女儿。既然顺从换来的是死路一条，那我就亲手掀翻这个吃人的棋盘。放肆！谁许你闯进来的？公爷若真赐死元姐儿，李家上下几百口人，明日便会跟着一起陪葬。放肆贱婢！公爷，快把这不知死活的贱人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闭嘴！公爷英明一世，怎会信了这毒妇的疯话？权宦已经盯上公府，明日就要人，只有元姐儿暴毙，才能断了他的孽想，保全公府和民歌儿。暴毙？那权宦是什么人？在朝堂上翻云覆雨的活阎王。他既然已经拿准了咱们府的把柄，正愁没个名正言顺的由头开刀。这个时候元姐儿暴毙，内务府的人只要一查，不仅抗旨欺君的罪名立刻坐实，更会让他顺水推舟，指控公府心虚毁尸灭迹。公爷这是要主动把抄家灭门的铡刀递到仇人的手里。毁尸灭迹，是了，欲盖弥彰，只会死得更惨。毒妇，你险些害死全族！公爷，那依你之见，如今这死局该当如何？既然躲不开，那就把水彻底搅浑。公爷，那权彦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强征良家女子冲洗，是因为朝堂上无人敢触其眉头。可若这事里还掺和着柳家余党结党营私的铁证呢？大前朝最不缺的，就是为了青史留名，连死都不怕的清流御史。只要把权宦与柳家余党暗中勾结，搜刮民脂民膏的证据悄悄透给言官，明天一早弹劾的奏折就会像雪花一样飞满御案。那权宦泥菩怕过江，自顾不暇，还会有心思去管一个替补秀女吗？为了平息朝堂误议，这批名不正言不正的选秀必定会被圣上直接作废。这份眼界，这份胆识，竟出自一个内宅通房之口。可如今府外全是那权官的眼线，我若派前院的心腹去联络言官，只怕会立刻暴露引火烧身，咱们根本没法把证据无声无息的送出去。谁说要用公爷的人？妾在后宅这数年，管过的账，施过的恩，可不止在这4方圆墙之内。这局死棋，妾来下。
当年若非莲姨娘保我一命，我早被打死了，孙子也没钱治病，这份恩老汉拿命还。莲华，放心吧，外面的事交给我。听说了吗？那选秀冲醒是假，柳家余党借机搜刮民脂民膏，孝敬9000岁才是正。三教九流的嘴比什么飞鸽传书都快。那些精心剪裁的铁证，瞬间长了翅膀，飞遍了京城的犄角旮旯。陈死哲全换强抢良家女，勾结柳氏余党贪污赈灾银，罪无可恕。混账！来人，将这阉人赤夺蟒袍，打入死牢！姨娘这次立了颇天大功，不仅救了公府，还让咱们李家露了脸。公爷说了，这些都是赏您的。公爷还说了，袁姐儿是个有大造化的，等过了这阵风头，公爷定会亲自出马，去那些真正的顶级门阀里，给大小姐相看一门真正的好亲事。替我谢过公爷，顶级门阀，好亲事。我拼尽全力将女儿从皇宫的火坑里拉出来，可在这个冷血的家族眼里，她转头又成了公爷结交权贵的联姻筹码。只要她还在府里一天，就永远是公爷随时可以称斤论两卖出去的物件。外患虽除，但属于我的内战才刚刚开始。我是堂堂尚书嫡女，鄱阳公府的当家主母，李昭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莲华，你个贱人！夫人，公爷吩咐了，您突发恶疾，这辈子就在佛堂里好好静养吧。放我出去！你们这群混蛋！母亲，这次选秀的事，确实让袁姐儿受了委屈，但这丫头经此一事，倒显出几分公府小姐的沉稳。如今咱们渡过险关，正需强援。依儿子看，武定侯家的嫡四子，或者户部尚书家的三公子，都是极好的联姻人选。用袁家去攀一门对公府有大助的亲家，也不枉他生在李家一回。唉，也罢，他虽是庶出，但也是你的骨肉。你这个做老子的多费心筹谋，总好过那全县的火坑。既然主意已定，明日便让媒人暗中走动吧。逃出了权官的虎口，又要被塞进侯门的深渊。那些所谓高门大户里的弯绕算计，吃起人来连骨头渣都不剩。一旦失宠，袁姐的下场只会比柳氏更惨。我绝不允许她重蹈覆辙，绝不让她成为公府铺路的垫脚石。必须趁老太君和公爷对袁姐儿尚余一丝愧疚，一刀切断他们的妄念。娘，我们去哪儿？去争一条干干净净的活路。先恳求公爷和老太君，万万不能将袁姐儿送去攀那等高门。武定侯府、尚书府那样的门第深差，袁姐儿她应付不来的。高门联姻，若能得一门强援，那是她几辈子修来的福分，也是为公府出力。你这妇道人家懂什么？公爷，高门凶险啊！庶女根基浅薄，去了那等刀山火海的地方，若遭人算计，不仅保不住性命，只怕还会给公府招来灭顶之灾啊！好了，莲华说的有理，那样的人家是好，但也是刀山火海。袁姐儿毕竟年纪小，又是庶出，根基太浅，去了只怕福祸难料。上次的风波，咱们公府再也经不起了。母亲说的是，儿子糊涂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便暂且歇了攀那两门高亲的心思。不过袁姐儿的婚事也不能再拖。我留意了新科赵进士，寒门出身，在翰林院供职，家中父母双亡，袁姐儿嫁过去便能当家做主，你可满意？且谢公爷，谢老太君成全。这便是赵进士的画像，我已私下探过他的口风，他对咱们公府的门第颇为敬畏，并未拒绝，只说考虑一二。只要人品端正，知道上进，便是极好的。这几日便准备交换更节，你回去让袁姐儿好好备驾，莫要再出什么岔子。妾明白。夫人，听说公爷给那庶女寻了门好亲事，是个前途无量的翰林院进士，马上就要交换更天了。贱人！凭什么他的女儿能嫁入清白人家安稳多日子，我的明哥儿却要受我连累？去，把消息给外面的人散出去，就说袁姐儿的生母是个下贱的通房，袁姐儿被骄纵的蛮横无理，清白有损，我要她这辈子都嫁不出去。老奴这就去办。
听说了吗？鄱阳公府那位待嫁的小姐，生母只是个暖床的丫鬟。不仅如此，听说那小姐脾气大得很。赵家竟敢以高攀不起为由退亲，这简直是打我鄱阳公府的脸！查，给我彻查，是谁在背后嚼舌根，坏我李府的清誉？公爷，这流言传得如此突然且恶毒，定是有人蓄意为之。府里除了小佛堂那位，还有谁会如此痛恨袁姐儿？闭嘴！没有证据，休要胡言。禀公爷，查清楚了，是后院几个江喜房的婆子在外面乱嚼舌根。几个婆子哪有胆量掀起这么大的风浪？定是有人指使。够了！把那几个长舌仆妇发卖了，此事不许再提。难道非要把家丑扬得满城风雨吗？原来在他的眼里，公父的颜面永远大过女儿的清白。袁姐儿不怕，哪怕这鄱阳公府护不住你，阿娘也一定会为你寻一条活路。莲华，你放心，京城那些高门大户咱们不稀罕。我这些日子通过茶楼的兄弟们打听了不少外放官员和外乡士绅。江南林家，家风清正，远离京城这权力漩涡，确实是良配。可是莲姨娘，咱们两家门第悬殊，况且袁姐儿如今身上还背着流言，人家林边生能愿意吗？高门大户讲究父母之命，但他既然想要红袖追香的知音，那便不能走寻常提亲的路子。只要让他们二人见上一面，让他亲眼看到袁姐儿的品性才华，流言自然不攻自破。袁姐儿，等会儿莫要慌张。冰雪林中住此身，不同桃李混芳尘。机灵点，夹在公爷今日必看的文书中。姨娘放心，小的小的。引经据典，言辞恳切。此子对于农桑之道的见解，倒是与我不谋而合。翰林院、林边修，倒是个可造之才。姨娘，你后悔过吗？后悔什么？后悔当年选择这条路。若是做个寻常百姓的正头娘子，也许不必受这么多苦。娘不后悔，这条路是娘自己选的，有苦也有甜，重要的是走下去，并且尽力走好。你有一位碧华姨母，她选了另一条路，可最终落得个一尸两命的下场。这身教你从来条路都不容易。姨娘，哭什么？明日大婚，娘还有最重要的几句话要刻在你的骨子缝里。你要记住，嫁过去后，你就是林家的媳妇，要孝敬公婆，体贴丈夫，谨守本分。但是，本分绝不是一味忍让，心里要有一杆秤，要知道什么该争，什么该守，手里必须要有自己的底牌。不管是你的嫁妆，还是管家的权利，或是丈夫的敬重，有了这些，你的腰杆才能挺直，日子才能过得舒心。男人的情爱如朝露，唯有握在手里的权力和银钱，才是你一辈子的依仗。母亲的教诲，女儿铭记于心。岳父大人、老太君放心，小婿定当珍重元儿，不负公府托付。我的女儿终于走出了这座困了我半生的府邸，走向了属于她的自由。这一生，得到了什么，又失去了什么？无论如何，我活下来了，女儿也挣脱了泥潭，日子总还要过下去的。凭什么？
一个贱婢生的小贱人竟能十里红妆，凭什么？我可是工部尚书的嫡女，我是高高在上当家主母，我的人生是怎么变成这样的？薇儿，鄱阳公府门第显赫，你嫁过去是正头夫人，是未来的当家主母。夫君房里已有一个通房，你要大度，也要记住，不能让人越过你去。女人这一辈子，娘家是根，夫君是天，儿子是命，抓住这3样，谁也动不了你。一个婢女出身的通房罢了，女儿不会把她放在眼里。那时我以为身份就是底气，嫡庶就是天堑。她莲华只是奴籍出身，凭什么与我争？奴婢莲华给少夫人请安，少夫人万福金安。这套头面赏你了，往后都是一家人，不必拘束。谢夫人恩典，莲华定当尽心服侍。我赏他不是因为宽厚，是因为我要全府都看见我这个正妻多么大度，也要全府都嫉恨他。可我那时不懂，真正难缠的人不是张牙舞爪的人，而是能把委屈咽下去，还能活得越来越稳的人。夫人辛苦了，你为公府下诞下嫡长子，是大功臣。公爷夫人，庭兰院那边也生了，是个姐儿。知道了，分礼里的赏赐送过去，我去看一眼便是。只是一个庶女，她不过是去看一眼，可我心里还是扎了一根刺。后来我才懂，我容不下的不是那个孩子，是我不能忍受自己不是唯一。我从一开始就错了，我把莲华当成奴才，把自己当成天生的主母。可她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我却只知道自己不能输。明薇，你舅舅贪墨的事儿被人揪住了，家里快撑不住了，你得救救柳家。这是贪墨案，我若插手，整个鄱阳公府都会被拖进去。柳家倒了，你在公府还能有什么依仗？明哥将来还能指望谁？你是柳家的女儿，不能眼睁睁看着娘家倒啊！先动我的嫁妆，若是不够，再从公账里挪一小笔，只一小笔，等风头过去，柳家必须还回来。我怕柳家倒了，我这个尚书嫡女就成了空壳，怕李昭看轻我，怕明哥儿没有外家扶持，所以我退了一步。可人只要退了第一步，就会有第2步、第3步，第小笔变成一笔又一笔。柳家每次都说最后一次，可哪一次是最后一次？柳明卫，你拿公府的银子填柳家的空漏，谁先把整鄱阳公府拖下水？我不是想害公府，我只是想保住柳家，保住明哥儿的外家。你保住的是柳家的贪婪，赔上的是李家的前程。从今日起，主院封锁，少夫人染了重疾，闭门静养，中费由我亲自接管。夫人，奴婢打听到老太君和公爷正在为袁大小姐议亲，听说看中了新科进士赵家，门第虽不高，可前程干净。赵家干净前程，她莲华一个奴婢出身的妾，凭什么能给女儿寻这样一条清白路？我的娘家没了，夫君没了，权也没了。明哥见了我只会行礼问安，凭什么他还能有指望？去，把我剩下的首饰拿去打点，放出话去，就说袁姐儿八字带煞，克夫克家，是个扫把星。夫人，这会毁了大小姐的。毁了又如何？我这一生已经毁了，凭什么他们母女能全身而退？我这一生，到底是从哪一步开始错的？从我瞧不起莲花开始，从我挪第一笔银子开始，还是从我把所有指望都压在男人、儿子和娘家身上开始？莲华是妾，可她知道，她要护的是女儿。我是妻，是主母，是尚书府嫡女，可我护来护去，最后谁也没护住。原来这座公府里，人人都是棋子，只是他早早看明白了，而我到最后才懂。